阿九，你的总统是哪里去了啊？美国1990年代左右麦金莱总统他执行了麦金莱关税法案，为了保护美国制造免受外国的影响。他是不是觉得保不齐从历史上消失了？比尔·克林顿总统是空气啊？他是不是以为19世纪是19啊？哇，那这个恐怕连国中历史都不行了啊，搞错了一个时间不打紧，还搞错了内容。麦金利关税法案不是麦金利总统的政绩，是麦金利众议员的政绩。蠢！阿炯对国际贸易一窍不通，这些原本在中国的工厂也不会在本地没有厂商，他们只是把厂新增到美国而已，所以本地人买的依然是自己国家的国产。全世界上的国贸市场就是一个把比较成本上的优势回卖到已开发国家，所以不是到美国新设厂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底层逻辑，奶头热买，一旦射到美国去，它的整个成本大幅上升之后，美国人没办法再超额购买，这才是整个里面最核心的逻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八炯也有在造谣。首先，八炯很闲呐，最近每天的24小时都盯着我们的频道在看。然后他说他其实不是外省人的后代，他强调他身份证是山地原住民太鲁阁族，这个是你政治上的身份呐。但是政治上的身份跟血统上的身份是两件事嘛。这个 Roy 王522是他的亲妈，他的亲妈自己留言，他爸爸是4/3原住民，妈妈是49后加客家，所以八炯是噶玛兰加太鲁阁加49后，所以他事实上他就是拥有外省人血统的第3代，他当然是混血，这个没有问题啊。只是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事情是，他为了要打击我，他亲妈的认证他都可以造谣，会不会太夸张？川普怂啦，中国赢了，对全世界包含中共国的智慧手机、电脑、机体、晶片等一些半导体制造设备在内约20种产品的进口税率不受对等关税影响。那舔共媒体跟中共媒体就疯狂转发，指出零关税太棒了，习近平习大大太牛逼啊，125%关税完败美国。我今天一早睡醒看到新闻，川普亲自辟谣说那是假新闻，我根本就没有发布关于任何关税豁免的措施。他确实提到了 fake news know this, but refuse to report it. We are take a look at semiconductor and the world electronics supply chain. 但川普讲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川普欢 K 欢的自己创造假新闻，而不是新闻是假的。因为那一篇原因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所发布的公告，是金融时报英美媒体率先披露这件事。更好笑的是，当川普第一时间被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说 fake news。令人暖心的是，川普提到美国必须在国内生产产品，不能再被其他国家绑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第一明显的贸易国是重中之重。当然，很多人听到所谓这个产业回流，是不是比较低端的产业回流美国啊？这个其实也很好玩。什么是低端产业？什么是高端产业？高端产业其实就我们一般讲的电子业嘛。低端产业一般指的是传产。川普是不是希望所有产业链都回流美国？某种程度当然是希望，因为对于现阶段美国的工人来讲，从上世纪美国制造业最强的1950到70年代，一路退行到非常惨烈的程度。因为美国长期的产业空洞化，导致美国工人事实上哪怕要进入高端产业都很困难。那川普想要什么？其实川普根本不了解制造业，因为川普本身他过去所做的行业里面没有制造业。他现在所用的贸易代表、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些人就没人干实体产业的。而川普的决策之粗糙啊，他是个巨大草台班子。以后美国制造的东西会非常贵，这也是小粉红跟舔共的台湾人经常说的论述嘛。事实上，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你来美国市场，美国工人的薪水高，这毋庸置疑的。美国人买自然也贵，但是这些原本例如在东南亚的工厂或是中国的工厂，他们也不会在本地没有厂商，对吧？他们只是把厂新增到美国而已，所以本地人买的依然是自己国家的国产。八炯对国际贸易的基本的逻辑已经到了一窍不通的程度了。为什么国际贸易是这样来形成？其实逻辑是这样，全世界上的国贸市场就是一个把生产线布建到全球化，争取比较成本上的优势，把它回卖到美国。日本、美国、欧洲这些所谓的一定程度去产业化、服务成本非常高昂或者物价很高昂的已开发国家，通常来说进口货某种程度是便宜的代表，所以他是完全不懂里面的逻辑，他只是用一个他想当然尔的形式去思考。所以不是到美国新设厂的问题啊，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底层逻辑，奶头热就是面包与马戏啊。
面包在美国好解决，因为美国有大量的土地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但是美国人马戏买跟吃，所以美国如果他要继续让老百姓麻痹，就要让老百姓继续买，所以美国人的储蓄率就不断的降低，因为社会提倡买，那这个就是整个的关键，这不是新产生，因为那一些在全世界非美国地方所生产的产品，很多工厂的产能是为了美国人而服务，一旦射到美国去，它的整个成本大幅上升之后，出现的问题是美国人没办法再超额购买，这才是整个里面最核心的逻辑。八炯聊美国经济史他的历史虽然狗屁不通，但是很有趣哦。美国1990年代左右麦金莱总统他执行了麦金莱关税法案，为了保护美国制造免受外国的影响。1990年代美国就2个总统，他是不是觉得保不齐从历史上消失了？比尔·克林顿总统是空气啊，麦金莱总统，我的天啊，八炯啊，你的总统是哪里去了啊？麦金莱总统1897年到1901年的总统，我其实不太理解他到底去哪里抄来的。1890年跟1897年本来也不一样，但是也算是1890年代。但是1990年，他是不是以为19世纪是19啊？哇，那这个恐怕连国中历史都不行了啊。而且我告诉大家，麦金利总统他确实在1890年有选过大选，可是他所提出来的1890年麦金利法案，他是美国联邦众议员，而这项操作并没有造成美国大通膨啊。哎呀，关键词来了，我们先不论它年代错误，麦金利法案没有创造美国大通膨，因为麦金利法案是把美国的关税提高了 50%， 是所谓保护主义的积极象征。可是麦金利法案很快在4年之后就被 Wilson-Goldman Tariff Act 给取代了，它降低了美国的关税税率，避免持续性的一个增高。但整体来讲，美国在当时是陷入了一个保护主义，但为什么美国没有崩呢？这边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八炯说的对呀，可是八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当时正值西部大开发的鼎盛时代，因为美国东西部的铁公路陆续来贯通，尤其是铁路，而且同一时期随着美国大西部开发的一个过程，美国的工业产值也是蹭的往上涨，所以美国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关税而强大，所有的美国历史学者都非常清楚，只有川普那个蠢货以为是麦金利总统的杰作。美国人消费不起这种高昂价的美国劳动力做出来的产品，反而促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内需自给自足的消费望力，提高美国农工产品的竞争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让贸易伙伴重新检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税的问题。恰恰相反，不是因为关税造就了美国繁荣，而是因为美国的工业跟整个社会的状况等等的条件极其的繁荣，而需要关起门来发展自己，跟当时德国很像，所以搞起了关税壁垒。所以八炯根本倒果为因啊！这个事情我们从这张美国的平均关税图也可以看出来，在1890年代就是搞贸易保护主义，然后1933年冲上了最高，因为当时进入了战间期，另外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其实美国当他竖起关税壁垒的时候，恰恰是他最不行的时候。当他把关税大门打开的时候，就他最自信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核心逻辑。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美国工人对比同时的英国，薪水可是整整高出了1倍左右。到了1890年末的时候，事实上美国跟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2个工业强国，而英国反而在退缩，所以英国就更加的偏向榨取殖民地的利益，也就是说英国也落伍了。所以英国工人他的待遇这么的差，紧接而来美国的高关税，英国也是相应高关税啊。所以八炯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麦金利关税法案，那跟德国、法国那就是1倍以上的差距了。所以你说那个时代怎么没有出现小粉红担忧的状况呢？废话，当然不会出现啊，因为你根本不懂那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啊。德国当时能够崛起第一个它国土够大，所以它有煤跟钢，因为当时的德国侵占了洛林跟雅尔萨斯这个地方呢是有产铁矿的，然后德国本身慕尼黑、南德高原它是有产煤矿的，而德国因为刚刚统一，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是优质劳动力，因为俾斯麦在推技职的训练跟基本的国民教育，所以德国的工业崛起靠的是这个，跟美国不一样，又吸引了低廉价劳动的劳工在欧洲那边的其他国家的来美国找这份工作。这里倒是讲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大量的意大利人还有爱尔兰人大批量的移民到了美国去，但是德国、法国跟英国有移民，但是没有意大利跟爱尔兰这么大量的比例，因为不管是德法，他们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强健跟完整的工业的基础在。
代，因为爱尔兰没有工业化，还因为饥荒死了一大堆人，逃荒你知道吗？意大利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可是没有发展前景。意大利的工业化虽然已经开始在推进了，但主要是以北翼为主，中部罗马以南还是相对困难，因为山多田少，但是呢气候相对舒适，所以它的人口还是多，所以有大量的意大利人跑到了美国，而这些意大利人主要是以南裔人为主，当中不少是西西里人或者是那不勒斯人，而这些很多跑去密西西比河河运做码头工人。密西西比河运是当时美国内陆河运最发达，而密西西比河运的终点在芝加哥，而芝加哥又是五大湖河运的交汇点，芝加哥成为当时第3大城市。这些人很多就是后来黑手党，所以为什么芝加哥黑帮特别兴盛？所以你当时有看到美国工人的薪水对比全世界是最高的，然后这些制造业部分的回流美国，造成美国人买不起吗？从头到尾错得一塌糊涂。说真的，我蛮佩服他的，里面没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搞对的他竟然可以这样子侃侃而谈。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是这帮赖清德洗地。赖清德最近在4月12号的时候发布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加强美国、行销全世界，叫大家要吃苦当吃补。面对美国的新关税，我们和以色列都是美国第一批谈判的国家，昨天也进行了谈判，过程相当顺利。赖清德开口就说谎，第一个，这不是布局美国，这个是卖国给美国啊。更重要的是呢，为什么今天要积极洗地呢？赖清德前脚才刚说他是第一批谈判的国家，后脚就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狠狠的打了一巴掌。英国、澳洲、日本、南韩还有印度优先进行关税谈判，没有台湾。赖清德直接被打成猪头山，难怪八炯要拼命的当肉喇叭嘛。那些小囧鸟们最喜欢说别人是中共大外宣，结果他自己沦为绿色大内宣，不是很可悲吗？而且这个还是自由时报的自由财经，所以赖清德丢脸，八炯丢脸，总统带头造谣，网红带头误导，这叫造谣洗脑产业链，洗出一堆小囧鸟，每天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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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我们赖桑董哥说我们是第一批关税谈判国家，咕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优先5国，完全没有台湾我不信，都是统媒共媒，咕自由时报，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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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就这么傻这么蠢，每天听八炯的鬼话，每天听赖桑的鬼话。可是他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嘛。然后最近一系列的打脸，比如说现在赖桑拼命的洗地说他在美国大投资，可是仅仅在2023年8月29号的时候，中央社才在吹说我们的新南向做的有多好多好多好，还给了一个图卡，我们对东协的投资金额2023年已经超过美国啦。这就是民进党的荒谬与可笑。为了要一个谎言，要更多的谎言，永远谎言没办法刹车，只有越来越多的谎言，这就是真相。说实在，做洗地这件事，我必须说八炯确实做得很好，小囧鸟确实被洗得不要不要的。可是怎么办呢？继续坚持，打破谣言，传播事实，创建更高更远的视野，这才是对台湾来讲长久之道，也是对全球华人跟台湾人在互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